退岁在建州，大军没了粮草，惨遭败局，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，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，大王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。背后我们讨个饭吃，兄弟们都不得歇着，这是何道理？外甥日子过得久了，长脾气了，竟敢在这里妄议大王的教命。同郡参见胡令公。老令公这话，我等可担待不起。亡命黄花，谁敢轻忽？只是为了替去载出生入死的弟兄，好要些赏赐而已，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。老令公是军中元荣，此中的情弊，自然是晓得的。你是天福2年部的军纪，今年也有65了吧？回老令公的话，末将是7月的生日，全马齿66了。当年许在司之乱，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！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，去宣州田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这才收拾了首尾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府上人人为难，不肯跟从。大王去宣州的时候，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。往事已矣，死之令人唏嘘啊！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。你是个忠心的，自然不会让主上为难。将周平剥去衣甲拖出去，斩了。哎，老令公，大郎君，大郎君，末将不服，末将不服，大郎君。令公，军中这些酒吧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承平日子过得久了，难免被拦懈怠。令公他这。大王既许了你兵权，郎君不可妄自菲薄。是。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？事情发生太突然，儿臣来不及阻止。周平当年跟着孤去田家的时候，孤曾允诺过他，若是能活着回去，此生定护他周全。周平聚众讨要赏赐，祸乱军心。勿速往遗训，勿伤手足。兄弟之情，断了手足，难再续。传我的令，开内库，厚葬周平，连夜补发赏赐。内库为王上私产，不由户部、外府节制，不奉王命，一卷一厘亦不能支纳，职责所系，请记移，恕末将无礼。都将须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大王手教。末将粗鄙，便不得硬要真伪。以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，请记移稍后。王命如火，恐不能稍待。便不得真伪，请恕末将不能奉教，得罪。戴太尉不到，但有1人进得门前10步，就地格杀。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金仪文字沈文琪参见胡令公。扩中去了，快出来！末将何承旭给老令公请安。谁给你的胆子？
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。且老雷公息怒，末将知道错了，实在是戴太尉曾有严令，立春院违法。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，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。代孕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，你拿他来压我？末将吃了中央谋了心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甘愿感受老雷公责罚诸事。亡命如山，耽误了时辰，误了大事。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，架起大火炖了你。末将遵命。你们这群傻才，还拉在那儿做甚？还不快翻出来！快点！快点！末将早已准备齐当，不敢误了申纪一公事。何都将，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，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。末将幸得，公事要紧，收据回执，不劳申纪一辛苦。3日之后，末将自己登门去取。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呢？历来赏赐军卒，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，即便颜色再上一等，也至多为青色。绯、绿、靛、青皆为品级所用，庶人用之为僭越。也是，5品以上服绯，6品、7品服绿，8品、9品为靛青。其一，历来赏赐皆为纯色，此番兑换杂色，殊为有异。其二，下官手持王命，而其竟敢抗命，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，这才领命，其胆大妄为，令人诧异。其三，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，自行包裹装箱运，他却没容下官入库，直接装好送了出来，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，这些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。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？其四，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，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，口称日后自己来取。此事虽然方便，却不合规矩。事情明摆着，这是闹了家贼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，蒙了心。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，说给申文琪听听也就罢了，拿来搪塞老夫，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，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，未曾知会太尉，便要打开内库。末将也是心中惶恐，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，这才做下了糊涂事。你半分都不糊涂，你是聪明的过了头。统领秦魏第一都不过2年的光景，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2处3进的院子，娶了9房妾室。你当老夫眼睛瞎吗？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，任都将以来，受了外官不少孝敬，只是有2条，只手不敢有亏，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。若是犯了这2条，末将情愿万箭穿心。敢不敢，犯不犯，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。你将内库2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，你死不死，总要查验清楚，才有公道。谨遵老太尉军命。欺上瞒下，鸡鸣狗盗。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，
公然倒卖王家私产，胆子实在太大了些。内库资助绢帛珍宝万千，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。但凡流入市面，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？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，上下不闻？大堂兄，如愚公，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？这箱子怎么了？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？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，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，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、宽1尺的小箱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箱子我却常见。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，所售卖布匹、绢帛，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。九老，此事干系非小，你切莫卷进来，开开心心的当鱼帐子便好了。小弟醒了了。